大家好，同学好。Bob 哥哥，来，那我们要不要猜猜看他是哪一国的人呢？来猜猜看，来看起来哪里？美国。好，那边呢？美国。哎呦，谁说的？没关系没关系，我有两个国籍，还有墨西哥是一半58，还有吗？印度。还是混血。还有吗？台湾没有，台湾其实我可以申请，因为我娶了台湾老婆，我美丽的老婆在哪里？美丽的老婆去上厕所，来这边，对，他的老婆非常的漂亮，所以其实我可以有台湾国籍，但是我现在如果换了，我就要去当兵了，我不要，我等37岁再来申请。好，一半墨西哥人，另一半呢？哥斯达黎加靠近，不错哦，靠近哦。啊，西班牙在欧洲啊。玛雅，对，但是那是我祖先，现在玛雅不是个国家了。没错，好，靠近了，更靠近了。巴西在南部啦。古巴没有玛雅人。好难哦。啊？秘鲁没有玛雅人，秘鲁是英卡，不同的民族。葡萄牙是欧洲的，那没有人。啊？对。太想出来的地方，好厉害哦。对，所以我一半是洪都拉斯那边都是我的玛雅的血统，那墨西哥那边是我的阿兹特克的血统，对，所以一半一半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轻松聊聊天了，好不好？那爸爸，你从刚刚到现在都是用中文在跟我们聊， Yes 然后为什么这么你的中文厉害？是在哪里学的？从小在台湾长大。没有，我大概你们大家年龄谁最大？你几岁？15岁吗？16岁？15岁的人。17？有17的，有18的吗？18高17。好，我是19岁到台湾，19岁那个已经是我现在33年了，是大概30几年了。对，那个时候我到台湾30几岁，所以大概是来了14年。14年，对。当下连你好都不会讲，连最基本的你好都不会讲，因为我没有华人的血统，完全没有。而且我高中，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有台湾，因为我们高中有学一个经济发展的很快的几个国家在亚洲，你们猜是哪一个？台湾是一个，还有吗？新加坡 ，very good。啊？哪一个？日本、韩国、瑞珍、韩国对，还有一个，泰国，他讲。泰国其实还有，其实那个时候不应该讲，他其实讲我的课本是讲香港，但是香港比较复杂现在，但是重点是这四个国家，香港、新加坡、韩国跟台湾，从过去以主要是田地为主嘛，那在可能30-40年内。他们的经济爆发了，大概在上一个世纪的时候，上一个100年的时候，所以我就学了，我觉得哇很厉害。但我就这样子，我有一个台湾同学，他也是华侨，然后我差不多就这样子，所以但是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我觉得也有一个神的安排很长的一个故事，反正就是因为神的带领，我就到台湾19岁的时候，然后本来是来念书的，对，念书。感觉就是一个应该是从小就很喜欢念书的小孩子，是吗？而且听说爸爸可不是随便念呢，他好像念到了博士，是吗？那你一定就是一个从小就很喜欢念书的人。没有，讨厌死，讨厌死。我们有那些照片吗？后面的照片，我跟你们讲，西方的其实我认为我来了台湾之后，我认为台湾的学生就是你们。其实做的蛮辛苦，就是你们一直要念书，然后还要去补习班，然后几乎整天都在看书，然后你很少有时间可以自己玩。那你唯一一点点的时间在玩的时候，可能你的父母说你应该在念书，我觉得是很辛苦的。我们西方人都在混，我们就是3点下课就不 care 了，然后去打电动啊、打球啊，真的蛮爽的，是蛮爽的，我真的蛮爽的，现在比起来就蛮爽的。所以，但是就是等于说我来了，我觉得我本来不是很爱念书，那因为我们的学校比较跟你们比起来比较简单，所以我就觉得反正就上课的时候看的那个内容都差不多嘛，当天考试翻一翻，就可以考得很好，所以我没有特别爱念书，其实一开始。那一定有一些的方法或是什么技巧，对不对？所以我到了台湾之后，残酷是
短说，我到了台湾大学，大家知道什么台湾大学吗？在那个台北市，大家都觉得是可能台湾最好的大学，实际上是台湾最难的大学。所以你们想想看，我从一个，因为你说，那你怎么考到台湾大学？如果你都不需要念书，因为我们外国人是有跟你们一样有一个段考嘛，有一个考试，但是我们考试叫做 SAT， 你们可能听过 SAT。那这个 SAT 内容本身就很简单，所以跟你们差太多。那我们是外国人，因为我们不能看中文的书的这个考试嘛，所以我们用 SAT 去申请到台大 ，OK。一进去赚钱，因为我所有的同学们非常厉害，非常聪明，他们是数学神、化学神，然后呢，好多神 ，it's ridiculous， 超夸张，所以我就很痛苦，因为一刚开始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哦哇，有一个外国人到我们学系，是不是很厉害？第一次考试化学系，我是化学系哦，台大化学系，我第一次考试期中考，我考14分。14分，然后被同学笑，因为一刚开始了，后面他们越来越成熟，比较 chill， 但前面大家都竞争很高，竞争力很高，那他们就想要比较来比较去，然后就拿到那个考卷，我快哭了，然后同学就说，你爸你考多少？看到14分，哦，只14分而已哦。我超生气，但没有关系，就是一刚开始，所以我会发觉说，我过去可能看书的方法，或我过去的习惯，我现在不能用了 ，it's not gonna work， 所以我就是要想办法做一套新的来继续就是念下去，因为我其实一直蛮喜欢科学化学，虽然我不喜欢念书，我得说，我一直觉得说我很喜欢科学，我想要做这件事，做一些实验来当一个科学家，对。哦，所以他现在是科学家，哇塞！那他听说他有读到博士，台下我们要让学员猜一下，你们觉得他念到博士是做什么就是念什么科目的？对，没有，不是化学的，不是化学哦，数学也没有，还有没有？啊，国语、教育、国语哦，我国语很差。医学生物系列很大。疾病 OK， 给了一个哪一种的疾病？很近咯。癌症其实还好，流感我做过这样子的疫苗，但不是。还有吗 ？COVID-19 有，我有做过这种的，但是不是我的博士。OK， 来，医学系列的哈，有在学到疾病哈，然后好再来，跟你们是 Yes 说什么？脑神经呀，知不知道？对，我脑神经科学，对。哦，有人跟他讲，哦，好吧，没关系，是脑神经嘛。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蛮喜欢，我化学系的时候，我很喜欢像数学，刚刚有人说数学、物理、量子力学，我超爱。但是我当下要决定，因为我当下觉得说，我想要念博士，但是我觉得量子力学你还能干嘛？就是太复杂。我想说，因为我的父母。我们家庭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可能精神疾病的一些状况，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很痛苦，因为比如说我哥或我妹有一些 ABC 的可能焦虑啊或怎么样，我觉得说是否有没有办法我可以继续念科学，但是我这个知识可以去帮忙我家庭，甚至帮忙更多人，我就是觉得比起去学一些数学来得好嘛，因为数学我只能自己 K 书嘛。但是我如果理解脑神经，就是情绪啊、记忆这些疾病，刚才有人说疾病、焦虑这种疾病啊、忧郁症这种疾病，如果我理解它，是否可以多一点帮忙？这样。我不知道大家啦，你们会不会？我自己是这样，我觉得好像大概是上国中那时候开始，我常常就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很多东西开始突然变得很情绪，好像变得很难讲，就好像变得很强烈。然后好像会有一种不想要父母一直靠近我，不要一直管我，然后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好像他们管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很怕别人怎么看自己。的确，我应该是说青少年这个阶段是非常的重要。一样，因为我学神经科学嘛，所以其实你们也知道嘛，很特别一个点是，你们小的时候的脑的所有里面的料的细胞跟大人的脑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比如说你伤口你 cut 掉，你有一个伤口的时候很痛流血，过几天怎么样愈合了？为什么呢？这个里面的细胞复制、分身，把它用回来，有没有？你们有学过这个？有吗？生物类的有一个东西叫细胞。anyways， 反正你的身体很厉害，你的身体可以自己治疗自己。好。But 脑神经比较特别，它没有分身的效果。等于说，你一刚开始，你小朋友，不管是谁，年纪最小的到年纪最大的，我们刚刚说17岁，你里面的脑神经细胞一样，几乎一样。那差别在哪里？为什么？如果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差这么的多？都是学习，都是经验，都是体验。好。比如说，现在的我们当中的青少年，你们小的时候的那几个故事、那几个体验、那几个学习，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都多多少少塑造了现在的你 ，right？ 比如说我会记得，比如说我们可能记忆，我最早记得的一些记忆，可能3、4岁的时候，但是我生命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事情发生在我人生里面，即便是我很小，我都很记得，因为它塑造了我这个人，这样子。青少年这个时候是特别敏感、特别敏锐，你正在定义什么是你，所以可能当中的青少年你不用举手，但应该青少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你在问自己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喜欢 A 还是 B， 我不喜欢什么东西，我想要哪样的朋友，那你可能会一直错，比如说你以为 A、B、C 的这一群朋友是你的朋友。结果你发现 no， 他们不是，要么就不是很喜欢你，要么就是不是你想要的类型。没关系，你错了，你再找一些嘛。或科目也是，我想说，我以为我喜欢数学，但今天跑到高中数学，完全不是我的兴趣了。所以你一直在探索，一直在这个塑造的当中，在学习什么是你，你到底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是一个又很 exciting， 非常的兴奋的一个时段，但是同时也是很痛苦，因为这么多未知，这么多。不安全，我觉得，因为你在探索的时候，你一定会错嘛。你错的时候觉得是我吗？错是我吗？还是怎样？我觉得大家都是辛苦青少年，是一个很 crazy、很痛苦的一段时间。那如果我们大脑本来就对社交非常的敏感，那像现在这么多的智慧型手机啊，每个人从小就有了。那还有很多像我们每天都滑短影片啊、TikTok 啊那些 IG 啊，那有没有对我们自己大脑有什么影响？非常会，好，各位，爸爸笑成这样，看来是有蛮多的这个。完蛋了。好，我们先讲一讲 ，OK， 好，我们到了青少年这个年代，你们会发现，其实本来小朋友，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国小、国中生，还很看重父母或很 care 父母的一些支持啊，或怎么样。青少年的时候，你越来越不 care 了。那等于说你是太顽皮了吗？还是你不受教育吗？不见得，因为你青少年开始觉得说 ，OK， 我需要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找到我的角色。然后找到我的目标嘛，所以你其实比较不会 care 父母，而是 care 你的同伴、同学、同事们的看法。但是这个看法，因为你正在塑造的当中，你会特别的敏锐。你们有没有？我自己还记得哦。身为男生，我就觉得说，我一直反省，一直检讨自己，一直对自己很凶。在青少年的时候，甚至我记得我走路的时候，我都会 care， 我就说。一个男人怎么走路，然后我可能看身边的一个哥哥，我觉得很帅的一个哥哥，我看他怎么走路，那我每次都会一直在 care 我怎么走路，因为觉得说大家都在看我，大家都在 care 我，如果走得太怎么样，大家就觉得说我不够 man 或怎么样，或不够成功或怎么样，连这些小细节都 care， 但其实是因为你的脑正在抓社会的一些标准。但是有一点过多了，没办法，因为你在一个非常多的弹性的一个时段。那好，这个是基本的概念。接着你刚刚提到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本身对大人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但对青少年的影响特别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就刚才我说的嘛。你们有没有想过，每一次可能发讯息或发一个 comment， 或你随便 po 一个东西，你是不是会一直想很多次，就说
这个照片够好看吗？那个会不会有人留言？会有人留言的时候，你就很 care 他说什么？这个意思是在骂我吗？他是喜欢我吗？还是不喜欢我？对，就是太多反省，太多自我检查检讨，然后这个东西会做一个东西叫做焦虑。对，应该大家都这样子的经验吧？应该是青少年小朋友希望，如果父母在，希望小朋友没有用社交媒体。青少年最好是也多多避免，但是我懂，因为今天你们困难。今天如果你不用社交媒体，同学会笑你，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有 IG？ 你为什么没有 Snapchat？ 你为什么没有 whatever？Right？ 所以你也没有什么选择。但是你应该也知道，就是其实有一点不舒服，就是你做成功的时候，瞬间当下舒服。什么是成功？你 po 了一个很帅的一个照片，或者很美丽的一个照片，然后有人按赞，你有一个快感嘛？有一个快感，但是那个快感其实蛮短的。大部分可能10%你觉得很开心成功，90%都很焦虑，一直在想有人在想我什么，有人在批评我什么，所以其实是会造成一些很紧张、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我们青少年的时候。这是我，这是脑的一个照片的一个设计图了。好，下一张我给你们介绍，这是我家人，左边是我去台湾的前一年，就2011我就到台湾了。好，那其实后来回头就是你看哦，我爸比，然后大妹、小妹，我本人、哥哥跟妈妈。后来其实这个照片有一点 difficult 难过，因为其实后来那是我们全家一起的最后一张照片。我到了台湾之后，我父母离婚，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有点痛苦。没关系，那这边右边的是刚刚12月，我跟我美丽的老婆，还有我们全家，就是我妹妹也要结婚，然后妈妈的老公、小妹，然后哥哥，然后她的男朋友，这样我们全家一起。这个是刚刚12月。好，下一张，我想要给你们看我当下来台湾的样子。我第一次钓虾，这是我第一次钓虾，这是我在台湾，哇，好黑哦。看不到了，你看他的牙齿在哪里？在哪里？没有，这个是 MRT 了，你们的吗 ？Yes， 是一个台湾 的一个体验嘛。其实我不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是应该除了台湾以外，没有人在钓虾这种活动，就是很在场有谁有钓过虾的吗？谁有钓过虾？对吧？哎呦，很多哎，这是应该是最台湾的一个活动之一。但是我第一次钓虾，然后重点是亮了一点，我比较白了一些，看到我的脸。这是我第一次坐捷运，第一次台北市的捷运，然后我很兴奋，因为我长大的城市没有捷运，就是anyways 很好玩。那我第一次钓虾，好，然后看吧，你当下瘦瘦的也丑丑的，各位每位小男生，你如果觉得现在觉得不怎么好看，相信我，你长大了就可以更好看 ，It's okay， 有机会有盼望 ，So don't worry。下一张。就是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都在读到可能半夜凌晨3点，我都累了，然后我们开始跟朋友混，然后拍一些照片子。那我们后面是有一些化学的一些会不会？这个时候我大概20岁，这是台湾化学系。下一张，然后呢，不简单，我终于毕业了，然后我成为了台大化学系第一个外国人毕业。历史上，因为曾经有很多外国人，因为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差一点放弃。然后所以曾经有一些外国人，但每次大一结束之后，他们会转系，因为 too much， 有点 ridiculous。尤其是台大应该是有3个最难的科系，应该是物理、数学跟化学这3个。然后范我毕业，然后我妈妈来了。我妈妈飞到台湾参加我的毕业婚，那是你妈妈，这是我妈咪啊，好年轻啊，这姐姐啊，这是我妈咪，然后我的老师他已经退休了，那我在那边。好，下一张还有吗？哦对，现在我就变成一个神经科学博士，然后我现在在做一个生技公司的总经理。然后我过去也是我的博士是临床医学系的，就是成功大学的，然后曾经在中研院做研究，然后我也在高端疫苗。我刚刚有人提到 COVID 嘛，流感这种东西，当下 COVID 高端疫苗的 COVID 的规划的这个计划不是有一个疫苗嘛？我在里面的团队是副处长，然后就是有一些历史，所以从
不喜欢念书，长得很丑，到长得比较好看一些，然后有一个博士，还是可以的，所以大家有盼望。If I can do it， 我如果能做到，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学员有没有人是喜欢化学或生物或者医学的？有人摇头，有人举手，有这样。我跟你说，有一个很难的点，也就是可能教育你们老师们很重要。为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今天如果觉得说我喜欢数学或我喜欢化学，几乎都是因为你当下或某个时间点，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在这个科目上面让你有怎么样自信，让你在这个科目有自信，觉得好像不错，我好像可以。所以其实你们的兴趣一定会被你们老师所塑造，所以觉得教育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老师们是非常的重要。Iris 曾经当过我的也是唱歌的老师，但是对我还是怎么样都很难，就是我没有这个天分。在化学的部分比较有天分。对，我交给他们的，我自己做研究就好。所以有些科目真的怎么念好像都念不太起来，这是正常。It's okay 的啊，你不可能全部都好嘛，就是你可以都玩、都碰、都学，但是最后可能对社会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本来有一个天分的那个方向，你往那个方向走，也是对社会是好的。你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厉害，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嘛。觉得有时候就是在就是社群媒体上好像也可以交到，就是跟朋友互动，但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有满足感。Right。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社交媒体会有一个上瘾的感觉 ，right？ 因为你打开手机，你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会心跳嘛。你这样子，青少年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你们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自己，但是有没有看过同学或父母或朋友，有事没事都会拿出来手机看，然后一直滑。那因为没有讯息，但是一直在滑，好像等到那个讯息感觉。有人会这样子的吗？就是其实有没有注意过？有没有注意过？对，不是你们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本来这些东西是这样设计的，让你上瘾。就是说，你有讯息的时候，你点进去，我可以理解。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了，它变成一个自动的模式，连没有讯息的时候，你会拿出来划一划，好像看有没有什么事，然后想办法找到某个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脑本来对社交，我们有一些一定会有一个某种程度的兴趣嘛。因为其实你要想早期你如果没有朋友，我们是猎人的时候，我们是山洞人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朋友跟你一起猎动物或捡水果，你几乎会死的。所以一定要有社交，一定要有朋友，一定要有一些关系 ，right？ 你群体就等于说你会生存，你一个人会死。所以我们的脑就一直在学说，一定要跟人在一起。现在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社会不是在猎东西，而是我们都是上班，然后看电脑、看手机，但是我们的脑没有赶上，因为这种东西进化是很慢的。我们仍然觉得说社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现在我们所谓的社交的方式就是手机、社交媒体，所以这些人 Facebook 这些人都做了一些会让你很上瘾的一个感觉，因为你点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快感，有一个人跟我互动，有一个怎么样。但是呢，其实我们就像你说了，我们失去了可以去跟别人对话的这个阶段。比如说，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一个东西叫做尴尬 ，awkward silence，right？尴尬，因为手机的出现几乎不见了，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有事做。对，就是只要大家尴尬怎么样，掏出来手机，滑手机，滑，就不尴尬了。不知道怎么跟旁边的人讲话的时候，怎么样？假装自己很忙，有没有？滑一下好了，但也没有东西可以滑。还有一个东西，无聊。对，无聊，几乎上一次各位你们觉得很无聊、很无奈，上一次什么时候？应该也蛮久的吧？就是因为现在你每次觉得无聊的时候，你就拿出来手机就有兴趣。所以其实这已经打电动，但是打电动比较难嘛，因为如果没有手机，你当然要一个电视，或要有一个机器或怎么样，你才能够打电动。但现在就是随时你有全世界在你手中，没错，有好有坏的，有好有坏，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时候。
手机真的这么糟糕吗？就是因为父母就很常限制我们滑手机的时间，那然后这次营会来也是，好像有一些上课的时间的时候，老师好像又收起来，手机收起来，我们就有休息时间可以。好，这样子问你们，谁觉得手机被收起来很痛苦？看吧，很痛苦吧？为什么？你觉得怪怪的，对不对？为什么怪怪的？为什么你觉得痛苦？或许你们都没有想过。我来暗示，是否因为有可能哦，你们跟我说，是否因为你们开始怕无聊，开始怕尴尬，而且因为现在尴尬了或无聊的时候，你拿出来手机全部解决了，right？ 那因为不太舒服嘛，无聊跟尴尬不太舒服 ，right？ 但是呢，它是有它的机制，它有存在的意义。无聊跟尴尬是存在的意义。尴尬的意义，你觉得是什么？尴尬的意义，你们觉得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尴尬？当你尴尬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手机，你怎么办？低下头。OK， 主动一点的。如果你想要解决这个尴尬，会怎么样？啊 ？Right， 找事情做，还有什么？应该是比较无聊，比较偏向这个。无聊的时候，你会找事情做吗？尴尬，也可以，发呆也没有不好哦。你们无聊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发呆的时候怎么样？你们的创意发挥，你们的想法发挥，无聊没有不好。或许你们最好的想法、逻辑、ideas 都是无聊的时候才产生的。如果你们脑没有再给他时间发挥，给他时间创造新的一些 ideas， 因为你一直在滑手机，那你会哪来的一些灵感？你今天说，我不晓得我大了的时候要读什么，那你坐下了，你有没有坐下，好好的去想，给时间给你的大脑去思考，把手机丢掉一下下嘛，然后去想，这个是无聊这个机制嘛。那尴尬呢？尴尬你们觉得可以怎么解决？找人 This guy's a genius， 就是这样子，找人聊天，找人尴尬，或者是说你本来在聊天，然后分享到一半，突然没话题聊，那你就坐着就很尴尬 ，right？ 那怎么办？想办法发挥你的社交技术嘛，就是想办法找话聊。这个你们身为人，社会里面的一个人员 ，right？ 你们一定得需要做什么？做人，怎么想办法找话聊？怎么想办法跟对方互动？有没有？这个就是尴尬的意义。是 ，right。所以其实我这一次在营会期间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学员确实有时候可能在听某一些课程的时候，比较无聊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去跟旁边的朋友聊天，也很好。其实他们不是做得不好哦，你们不是好像没有专心上课，而是你们想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们想要去跟旁边的人建立关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啊，可以啊。所以各位，现在我告诉你们，聊天，有啊，没有很好啊，比起看手机好嘛。对，那个我跟你们说，因为我懂你说啊 Bob 怎么办？现在就是我上瘾了，我一直滑手机，我一直看社交媒体，我一直焦虑或怎么样，你不太可能把手机扔掉了嘛。你现在就是非有手机不可。没错。好，那怎么办呢？尽量找一些关键的时刻把手机放下。你们家谁的家里面有这个规则说，你们吃饭的时候不能看手机。吃饭的时候你跟你的父母说，脑神经博士跟他说赞，鼓励赞，就是你们也是吼。这个虽然你们觉得好痛苦，为什么父母要这么烦？吃不下饭。对，但其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是坐下跟人互动、社交、学习、聊天嘛，这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我们不可能丢手机，但是我们尽量就是，比如说今天营队的时候，这么多活动，这么多老师，这么多体验。是否可以把手机稍微放下，晚上再看？那白天的时候跟大家玩，多认识一些人，多碰到一个新的经验，体验一些新的东西。不要让手机的存在，主要不是它带来的伤害，也是啦。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它拿走了什么？它夺走了我们的什么？好，就是我们的
开心，我们的体验、我们的社交这些东西，就可能被他对。好，那我们也谢谢 Bob 今天为我们带来他很多生命的故事，因为大纲也没什么问题，我们